就是因为你的产业真的是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可以算得上是核心的竞争的产业我还蛮乐观的。其实这2个大国再这样子下去，其实我们是渔翁得利了，因为他们中国很多都搬出来，因为他都知道接下来不可以再 make in 中国了，一定要 make in other than 中国，就是马来西亚。所以美国对马来西亚的产品还蛮有信心的。我们在泰国也是有强的，泰国做事情没有马来西亚这么强。我一直跟他讲，一个马来西亚等于2个泰国的。很多人就这个不行啊，不是他们不行，是因为在科技上、在技术上，他们还需要更久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派了4个单身的马来西亚人在那边驻场。为什么要单身呢？因为单身比较对愿意牺牲奉献他们下班的时间，是吗？对。EG Industries Berhad 成立于1991年，并在1992年正式上市。通过他们在马来西亚和国际的子公司，公司为多个行业的世界知名电器和电子产品品牌提供一条龙的电子制造服务。这些行业包括消费电子、信息通信技术、医疗、汽车和电信等。作为全球前50名的电子制造服务企业之一，公司提供原始设备制造和原始设计制造服务。近期，他们也踏入了5G 的市场，与多个外企达成了合作协议。我们邀请到 EG Industries 的首席执行员 Alex 江邦健来与我们分享公司的近况以及未来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邀请 EG Industry 的 Alex 江邦健，也就是这家公司的 CEO， 对吧？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你。好，你们好，大家好。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就要问你一个比较辛辣的问题因为根据南洋商报在8月22号的报道呢，贵公司当前的股价在短时间之内呢反弹，而且又迅速的回落然后你刚刚其实有告诉我说，你们最近的股价表现很像还不错所以看来这个南洋商报8月22号的这个报道呢，已经不合时宜，不能说不合时宜啦，现在已经不是最 update 的一个报道了所以不晓得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对于现在公司的股价，你是否有信心呢？肯定有信心啦。这股价从4角钱去到快8，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公司转型了。因为以前我们的公司是做 EMS 嘛，只是做 PCBA， 只是做那些 Final Assembly。今天我们的公司就做了比较深入一点，就是做 Component， 就是做光模块。所以这个 5G Optical Module 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所以这种技术呢，就是把公司从4角钱去到快8，而且是真的是实在我们在做的。所以股市这东西都是大家都是对自己对这个公司有信心才一直在买购嘛。这个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实际在做的事情？因为其实我看到贵公司现在也是拓展的很快，不只是在马来西亚，你们在国际间拓展的很像，动作也蛮大的，是吗？是因为还是最主要的就是在2018年之前，我们只是做一个 PCBA， 就是那种你们所谓的那个青色的 mother box。今天呢，我们做的是 beyond 那个东西然后在2018年，我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举动，就是我们和一个叫 CIG 的顾客，这个顾客呢是在上海有上市公司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做了一个比较很不同的东西，就是叫做光模块 5G 的光模块。光模块呢是把将来所有的 data center 要放进去的东西，而且你要讲的 OpenAI 这些都需要这个 5G 的光模块来操作的所以很多在外面知道这种科技的，他们都会尽量的就知道买购这些 share 嘛，所以就把它搞上。在外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了，因为我们是唯一东南亚做这个 5G Optical Module。我明白很多 EMS 在马来西亚都是做 5G 的，但是他们都做是 5G related product， 就是 5G 的产品，但是不能深入到做 5G 的那个 optical module， 这是 component level。所以
坦白讲，这个对公司是很大的一个改变，也很大的一个进步。其实你们公司在很快的时间之内是抓到了 5G 还有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这一块的商机，然后其实动作也非常的快。然后据我了解，其实你们的技术呢也是在马来西亚可以算得上是独家的一个技术，在全球好像只有马来西亚，就是你们还有台湾有这样子的技术啊。但是当我们在讨论到新的技术的时候，其实新的技术它会不会对于公司的整个的发展也具有一些的风险？因为越新的东西它是需要经过市场的验证的，不是吗？其实很同意这一点，但是所有我们 existing 的就是现有的顾客，我们所有都还是在一起，因为现有的顾客已经可以把整个操作、整个营业都做得很好。这个新的东西呢，虽然说是新的，但是你们看的是新的，其实我们研究了它是超过5-6年了，在2018年到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已经很成熟了。刚刚好，现在就是流行这些 OpenAI， 这个是实际一定要走下去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将来未来都需要的东西，所以在2018年我们已经想到这个趋势要走了，所以你像2018年到现在2024了，差不多6年了。其实你说你花了蛮长的时间，然后去验证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啊，那其实我相信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大量的或者是大批的研究人员啊，或者是产品的人员啊。那其实这样子会不会对公司来说呢，它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可以说我们还蛮幸运的，因为我们刚刚就是碰了这个 CIG 的这个顾客。这个顾客对我们还好，坦白讲，在马来西亚所有的我们的 engineer 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做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些中国的工程师他们就派过来，每一天有20多个工程师在我们那边，就一直在教导我们、训练我们，所以现在已经差不多都成熟了，大家已经有在一起了，所以这个产品是很稳定的收出来，而且今天我们不只是做400G。也做了800G 了，因为将来我们是做1.6T 所以这个趋势是一直这样走下去的。因为如果你要用 AI 还是要用无人驾驶，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其实因为你的产业啊，真的是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可以算得上是，就是2个很大的势力他们在对打的时候，你们可以算得上是核心的竞争的产业哦。如果讲的客气一点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就是很时常都会受到波及，对不对？这几年其实风险是蛮大的。你其实怎么样子看？其实 EG 在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的环境当中，你们如何去寻求突破？我还蛮乐观的，因为其实这2个大国再这样子下去，其实我们是渔翁得利了。因为他们中国很多都搬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那些大企业都搬出来，因为他都知道接下来不可以再 make in 中国了，一定要 make in other than 中国，就是马来西亚。所以美国对马来西亚的产品还蛮有信心的当然我去到洛杉矶看了那些美国人，他们都这样的趋势。都是一直要往外从中国跑，所以讲回去，这种趋势呢，是对马来西亚的人民都很好，因为大家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嘛。你自己怎么看呢？因为坊间其实大家也会有一点担忧说，如果我们比较轻中的话，那或许未来我们可能也会被美国，有人曾经就有提过说会不会被美国制裁啊？然后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些产业来说，是不是会造成影响？你自己观察这样子的风险其实高吗？其实我比较保守派，坦白讲，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在泰国也是有厂的。OK， 所以是因为这个风险，其实我在泰国也设了一个厂，所以你将风险都分散。对了，所以500个人在那边，我们这个厂有3000多个人在马来西亚，500个人在那边，而且一直双方都要发展，所以就是给顾客选嘛，你要在马来西亚、在泰国，我们都有，反正都是在EG一起的。所以他们就对这个策划还蛮开心的，因为是美国人也是一样的嘛，他们怕嘛，所以他可能有一天马来西亚，但是我说不用。
泰国还有厂，所以大家都在泰国都一起分担这个风险吧。你当初是怎么样子看上泰国这个地方的呢？说起泰国，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本来我都不是这边的这个公司的 CEO， 我本来是这间公司的 Finance Manager。我参与这个公司是在1998年，当时我是一个小小的会计师，我都不是今天的这个 CEO。因为当时真的是就学嘛，还年轻，然后就在2014年的时候，我2013年我的老板就觉得啊，他老了，他要退休了，所以他说要卖公司，所以我作为公司其中的一个高层，我就跟老板讲，不如我们就一起收购了这个公司，你老板你退休不用紧。所以当时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也明白了，泰国是其中一个基地，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顾客已经从马来西亚搬去泰国了。所以泰国的其中一个顾客也是 multinational 的顾客，他就跟我讲，我给你2年的 BO， 你去泰国跟我一起可以吗？我说好啊，我就在那边设厂了。OK， 所以很顺利的就设到今天，从2014年到今天。在泰国设厂的这个心路历程，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哈？因为我也非常有兴趣。因为泰国其实它人口比马来西亚多，但它的这个技术跟人才的方面，其实跟马来西亚，其实你觉得哪一边比较有优势？当然我是马来西亚人啊，永远都是马来西亚比较优势啊。而且我去了泰国这么多年，其实泰国做事情没有马来西亚这么强。我一直跟他讲，一个马来西亚等于2个泰国人。当然很多人就这个不行啊，但是从中看得出，是因为不是他们不行，是因为在科技上、在技术上，他们还需要更久的时间。因为在马来西亚，特别是槟城这个地方是工程师，特别是电子的工程师，他们比较优秀，因为有那些很多大公司的企业在80年代已经在这边嘛。所以我们在泰国市场都遇到很多问题，特别是工程师的问题。OK， 就是人才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派了4个单身的马来西亚人，我讲单身的马来西亚，在那边驻场。为什么要单身呢？因为单身比较愿意牺牲奉献他们下班的时间，是吧？对，这个是其中一个。而且不单身的话，老婆家里的人都一直会吵嘛，因为在那边不是1-2天，是整年的嘞。然后有些单身的同事，他在那边已经娶了那边的泰国的女生，已经在那边成家立业了，所以我还蛮开心的为他们。这个东西我们陆续10年了，已经10年了。那在泰国除了这个人才特别是科技技术人才的这样子的一个阻碍，当初还有什么样子的困难是你在那边被你成功的去克服的？因为我是会计师，所以我第一个动作一定是用税来那些 tax 的东西，所以我们很荣幸的就是终于拿到那个叫做 BOI 就是 Samsung 我们这边的叫做 Free Trade Zone 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是免税，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开始去的时候真的是没人去了，不过今天已经发展到每一个大企业都在那边了。最困难的东西还是我觉得是除了人才之后，还是那些政府嘛，你真的要打交道。打交道是因为语言的问题，他不明白你在要什么东西，所以语言真的是要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会讲一些小小的泰语了。OK， 哇，也算是对你个人来说是一种收获嘛，对不对？对。好，那其实你刚才有提到说，你们公司的产业其实它是需要这个工时是比较长的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相关的产业在中国，我们看到也在台湾也是一样啊。不管是电子产业也好，或者是晶片产业也好，都是就是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但现在呢，偏偏我们现在又有这样子 ESG 的主题，大家都在讨论说要如何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在这两者之间，其实你要怎么样子去拿捏跟平衡？可能下次要请你过来我们工厂看看。OK， 所以我们工厂我们设了一个有很 Google 的 feel， 就是那种给年轻人来的地方，因为我要给年轻人在这边是在家做工，而不是说感觉就是在公司做工，这个是第一步。
你要吸引年轻人，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概念。今天我来到你贵公司，我看到哇，这个又饼干吃啊，又水喝啊，又咖啡喝啊，哇，就是这种 feel。我们那边也是做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当然很多都是要用 mindset， 就是他们心里这样讲，觉得做工辛苦，一定很永远的辛苦。做工不是那么辛苦，只要真的大家一起做自己的工。怎么样子？其实，在科技业啊，来就是给员工感到说他的努力跟付出以及他的收获是成正比的。这个你有没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是有的。我们的那些工程师呢，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派他们去外国，就是学，就是去中国也好，去美国也好，他们在那边会待了1-2个月。然后待了1-2个月回来就跟我们在一起。当然，现在很多中国来到这边呢，他们的那种意志力很强。很多马来西亚的工程师还没有到那个，但是久而久之，他们觉得为什么中国可以发展到这么快？最重要就是这帮人，他们真的48个小时不解决那个问题，不出这个会议室的门。我们的工程师听到当然是吓了一跳。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因为呢慢慢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走的路。你觉得这个是要走的路吗？我48个小时在会议室里面不解决问题就不出来。我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模一样，我们是来 balance 嘛，对吗？我们有些东西还是家人最重要。我一直到这样讲。您的意思是说，就那个解决问题的毅力啦，但是方式可能可以不一样。对，方式可能不一样。好，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你们旗下的独资子公司 SMT 科艺有限公司呢，就接获了一项高达$1.170000的订单啊。那媒体其实就有报道了，就是这位顾客呢，他在全球这个行业里面，他算的是一个领导者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订单，你要如何去把它完成？这个我相信也是一个挑战，对吗？对，这个其实是CIG 给的，也是一个剑桥科技他们，因为这么有信心跟我们才给了这样的订单顾客也对我们有信心，不然的话不会给的订单。然后我们这整年里面就是把这个东西搞好。前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在那边锻炼了。讲真的，我们已经在少林寺学了功夫，所以今天才可以真正的下山来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订单呢，大也不算很大，因为接下来我看呢，更多的订单会过来。因为我去了美国一趟嘛，我在美国跑了一个马拉松。为了顾客跑马拉松，很多人就笑我，因为顾客喜欢跑马拉松嘛，说我没法了，我就是在旧金山跑了这个马拉松。好有毅力啊！所以我对是半马吗？还是全马？半马， okay. 我不敢跑全马，都很辛苦，因为大家都是这种嗜好嘛。意志力和不意志力其实就是从领袖开始。大家老板你这个能跑，胖胖的我胖胖的都能跑，当然了，意志力最重要。所以跑了之后，我觉得原来这些人都是在一起的。你谷歌也好 ，Microsoft 也好，这些 AMD 也好，其实他们都是朋友来的。那大家在一起之后，原来很多人都不认识马来西亚，特别是吉打州，特别是我们的公司。我觉得很遗憾的东西。他们说：“哎，你的公司在哪里？”我说：“在sungai petani，就是双溪大年。”那他就问我：“哎，双溪大年在吉打州。”吉打州在哪里？我说在45分钟从槟城。所以他们就开始：“哎呀 ，Alex， 周末你不要在槟城设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识槟城，不认识吉打州嘛，所以今天我们有另一个新的厂就出来了，就是在槟城的巴杜嘎湾。那个厂可能下次开幕的时候要请你们过来一起见证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很 Google Feel 的一种 building。好，没有问题，我们很荣幸。所以它订单应该是会陆续的跟着来。是，因为其实你刚才有提到说要去接更多的订单嘛，对不对？然后你有信心可以接到更多的订单，不断的去发展你的产能，让你的产能越变越强，能够接越来越多的订单，这个是势必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刚才有提到槟城这个地方，但其实除了槟城之外，在马来西亚有没有其他的地区，比如说东马，会不会也是你们思考过的
可以发展的区域呢？暂时是没有了，暂时还没有这样考虑，因为把自己的东西先做好了。这个新厂出来真的是很多东西要做 ，OK 所以当然人才我们也是全部都是准备好了。你们过来我们就全部准备了。所以建设新厂其实要考量到的这些因素，除了人才之外，还有什么呢？机器方面呢，反而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水跟电呢？水跟电，水不用还可以，电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接下来真的是要考虑到电，因为电的都是需要的。特别是做我们这种 open switches 交换机要做老化的时候，它的电真的很强。所以我们也是有跟政府谈了一阵子，这样把这个电扩充。这个是最主要的东西，但是到最后回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电还蛮可以的。其他国家我就觉得比较辛苦，马来西亚真的还可以，因为我们有水嘛，是用 hydro 来发电嘛。是，我们不需要用爱发电了更好，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好。那么其实呢，我看到说你们公司立志要成为全球10大电子制造服务 EMS 的企业啊。这个愿景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愿景？是这样子的，在2014年我做了这个 CEO， 我就问了很多人，到底我们的目标要怎样？当时我们只有100个 million 的营业，今天我们是 1.2 billion， 用短短的4年的时间，当时我们给他们个目标是5年的时间。要把我们这个 SMD 发扬光大，所以我在2017年，我们终于拿到就是 Top 50 in the whole world。然后这种 EMS 的那种厂是在全世界都是几亿、几十亿、几千亿的，但是我们是在50厘米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还很荣幸的，我有这么大的团队跟我在一起，所以目标当然是一直往上爬的嘛。所以大家都往上爬。所以一直在走这个条路。所以你说能够进入10大的话，接下来就要思考3大了。对。不过最重要还是团队的支持和顾客的支持，因为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虽然是讲是他们很对敌，但是他们对我们都还蛮好，把很多技术都交给我们。特别是另外一个美国公司，他真的是Alex 你要做，我们技术就来了。对于 EMS 的产业，其实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子的趋势是你看到的？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透露？其实 EMS 我们 EG 今天也不只是 EMS， 已经 beyond EMS 了。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我们接下来做的不只是 EMS， 就是做 component level， 就是我们的 5G optical module。5G optical module 是光模块，是用光来transmit 那些资料的，不是在用那些绳子什么，用光来输入和发出那个信息是很快的一种了，没有东西比光更快，所以这个已经是很不同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讲EMS 只是做这样的，而且利润会比较少，当然，但是做 component level 的。真的是利润会比较高，而且一直在想往上爬，因为大家都需要嘛。你想看每一个人都车子，你都是要用 5G optical module，你看你的那些交换机也需要 5G optical module，每一样东西都需要，所以它那个需求量是很大的。那么现在你专注在这个5G 的这个部分嘛？还有包括像人工智能，也是你很想要投入的。除了这个之外，未来通讯的部分的话，你觉得它还会再进展到一个怎么样子的阶段？然后你们要如何再去看到新的市场？其实现在很多人讲 Open AI， 我们其实什么东西要从基础开始。Open AI 为什么会形成？其实就是开始就是 5G optical module， 所以我们的工厂已经做了这种动作，然后现在做的更大的动作就是交换机，我们叫 Open switches。因为你要做 data center， 你 data center 很多人讲我做 data center， 你起了个屋子就是 data center， 不是，它里面的交换机才是最重要的。了解。所以我们家就是做交换机，所以我就说 step one， 第一步我们就做 5G optical module， 第二步就是做 open network switches， 第三步就是做 open data center，第四步就是要做 open AI，所以我们一直这样子搞下去。当然今天已经走到第二步了。很多人就问我，什么叫做 Open Data Center？ 因为 Open Data Center 很多人不明白，
以前都有这个 data center， 为什么进来这个 data center 会做的哇，大家都火红的？因为其实这个 data center 已经和以往不同了。今天的 data center 叫做 open data center。以前我们的照片放在 data center， 我们拿出来的照片是什么照片？是一样的照片。所以那种就是 data storage。所以这种东西，你放了照片之后，可能10年、20年你都不用了。但是今天的不同，你放的照片，我放的照片，出来的照片是不同的照片，就是 AI 的照片。那个就是 open data， 意思说这个 data center 就是很多人可以进去，用不同的方法做出不同的东西出来。所以现在就是走着这种趋势。而且马来西亚在这个资讯中心啊，我们要成为一个也是政府接下来的战略嘛，在 data center 这个部分，那你们也抓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机遇。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来总结跟补充的呢？就是我希望马来西亚的人民真的是趁着这个时候一起把这个马来西亚搞大嘛。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时机来的，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机，不管是在 EMS 也好，做什么工作都好，这真的是大家可以一起把它搞好的东西。很好的时机。谢谢你，谢谢今天 EG Industries Berhad 的 CEO Alex 江邦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不晓得你对于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对于这家公司你有什么样子的意见要提供给他们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告诉我们。那财经拷问今天就暂时到这边，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